我们来画一个正面的蝴蝶。正面的蝴蝶的话，起形先是从什么开始 ？x， 对不对？起形的话，先是从 x 开始。我拿水笔。好 ，x 起头，然后呢，定 x 的时候，我们先要去找准它两个翅膀的一个比例，上面的两对翅膀大，下面的两对翅膀小。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了，先去画一条斜线，好，然后呢，再画一条斜线跟它交叉，好。那就注意上面的线条留长一点咯，然后交叉这个点往下移一点，下面的两个线留短一点，且这两个线要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。好，拉一根直线过去，拉一根直线过去，看一下两根线是否保持在同一水平线。那明显这边就短了一点，对吧？偏上。好，两个线要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，然后接下来在 x 的中间交叉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去加一根横线。这根横线代表了什么？这根横线代表了上下翅膀啊，上下翅膀的一个分界线。好，这个线条就代表了上下翅膀的一个分界线，也就是说大翅膀就要收到这根线这里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就是看一下它的形，起形的时候啊。这边起形的时候，好，往外画出去，可以尽量的去拉长。这边拉多长啊？这边就得拉多长，两边记住。对，好，对称。好，短了些，再延出去一点。好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下面的这个翅膀要多短，你得先给它定出来。线条不要太直，稍微带点弧度，往内扣的弧度。然后侧边缘这个地方，侧边缘的线条是这样斜线接下来的啊，斜线接下来。好，斜线接下来。对，所以说你看这块线条不是这样子从上面这样直线接下来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一条斜线。把两条线连接起来，形成一个偏三角形的一个轮廓。然后小翅膀的话，我们直接在这个角落，从大翅膀的边缘同一个点出发，画一个圆。好，画一个圆，然后把这个尖尖，把这个尖尖拉扯出来，有个尖尖拉扯出来，然后中间。4个翅膀交汇的地方，中间画一个椭圆形色块，身体啊，上面画一个扁扁的脑袋，好，脑袋，然后触角从外往内拉，触角，身体画一根长长的色线，留个水滴在屁股尾巴上。那这个就是咱们的等一下要画的那个蝴蝶的翅膀形态啊，它的翅膀相对瘦弱一些怎么去画瘦弱？这条线这条线就决定了整个蝴蝶的一个瘦弱。如果说你中间这条横线长一点，那么你画出来的翅膀就会胖一点。如果说你中间这条线条，没法演示了呀，空间不够了呀。如果说你中间这条线，就这块横线啊，这块横线定的短一点然后上面这条长一点，然后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瘦窄的翅膀。能明白吧？所以说这条线是决定了翅膀的胖瘦，整个形的胖瘦是由什么决定的 ？x 你如果说这个 x 画窄一点，两个翅膀就可能就会挨得近一点就会瘦一点；如果翅膀画的胖一点，那两个翅膀挨得远一点，看起来就会宽胖一些。能理解了吧 ？x 代表的是整个蝴蝶的形，而下方的这条线，翅膀下方的这条线 x 中线中间这条线代表的是蝴蝶翅膀的胖瘦，上面的胖，下面这个瘦。骨架的话还是一样的，骨架还是从边缘线好接一个 Y 字回到身体，然后因为翅膀比较瘦，所以说可能从下边缘外侧下边缘接一根回来搭在这条 Y 线上就可以了，这就是它的翅膀。这就是它的翅膀骨架，好，非常简单的1、2、3根线条完成它的骨架。小翅膀上面还是一如既往 Y 字形好 ，Y 字形就解决它的骨架。OK， 形讲完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甲片上，我看一下那个纸上形态如何操作。所用到的颜色，我们去用褐色。大水彩和小水彩0.5毫升木盒0.5毫升枯色系水彩和1毫升木盒水彩里面都会有到这个颜色褐色，就是介于黑色和棕色之间。好，把这个褐色取到调色盘上。这里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只用到褐色和黑色了
首先褐色，褐色的话，我们先在中间干嘛？先定一个 X。好，先定一个小 X， 你不要画太大。好，先定一个 X， 然后假装这根线条出去，好，我要画这么长，先把它翅膀的长度先确定了嘛，对吧？对，假装我要先画这么长，线条不要去连接，画的虚一点，晕染嘛。好，假装要画这么长，然后下方这个翅膀到这儿吧，好，接到这儿。好，然后画色块，尖尖上画大色块，越往下色块越小，好，连接到这边的小翅膀边缘线上来，好，色块跟线条勾勒连接上，好，这边可以再加一点色块，把尖尖上色块变大一些，好，小翅膀这儿啊，对，你记住小翅膀是一个这样子的水滴形。好，小翅膀是这样子一个水滴形。好，然后在水滴形的外轮廓加色块，好压，从中间往两侧色块越来越小，衔接到边缘线上去。好压，我从两侧，好衔接到边缘线上去，回到身体。好，然后怎么去勾那个线条？看我啊，线条是色块是这么去排的，很随意，很写意。但是这里笔尖压提往下勾回笔，就非常那种肆意洒脱的一种手法啊，就这样扫笔啊，拖笔扫笔，锋利一点，就是一定要把笔锋凌厉感一定要带出来。好，笔尖先往外勾顿扫回，就这样提扫，就这样压笔提扫，多念一点。如果说你实在是不会勾这种手法的话，也没关系，只要需要在它的边缘就对加一点那种凌厉的轮廓就行了。还有特别是这个尖儿上面呀，这些就扫一点。好，然后它的身体中间我们要用黑色，就不用褐色了啊，用黑色画它的身体。色块先画在中间，然后身体和翅膀之间线条要连接上啊，不然的话身体会特别突兀。对，往线条上连接上。头顶、头、脑袋接近一点。好，屁股，好，画一根虚线出来，顿一下笔，接个水滴。触角。从外往内啊，从外往内勾，画属虚，压笔提笔，虚线勾回脑袋上，外八啊，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，呈外八形式，一个长，一个短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用洗笔之后，好，用水笔把色块往身体上晕染，每晕一笔就要去洗笔啊，不然的话画面会很脏，颜色晕出来。为了保持干净，每晕完一个色块，纸巾上擦一下，重新湿笔控水。对，重新湿笔。好，分开。OK， 你会发现整个蝴蝶翅膀的色块以及线条全部都是往 X 线斜方去斜向去拉扯的啊，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的这种线条。对，往左上角就往左上角去，右下角就往右下角来，全部都是4个方位，色块或者是线条都是这样非常有目的性的、非常明确的去排列的。这样子出来的话，就感觉整个蝴蝶啊，好锋利的那种感觉，笔锋特别强，特别有劲感的，特别凌厉，很骨感的那种，就不是很柔美的那种了。好，翅膀内部揉完了之后，考虑一下外部该揉的时候揉一点，不要破坏整体的一个形啊，像这些。翅膀的边缘色块揉一下，好像这一块，你看这块线条很实，这块色彩非常重，那这块看起来就特别的生硬，揉掉。生硬的地方
柔边晕染，虚化弱化之后就会稍微柔和一点。对，所有的线条都不能太硬了，柔和起来，要硬中带软，软硬结合。好，这样揉一下。好，这样。不是每个地方都揉了啊，你们要注意观察我揉了哪些地方，我这里不太好去给你标注。那我揉了一些哪些地方，不是整个地方，你看这些地方我就不会揉了，那该不碰的地方我就不会去碰。你就挑一些地方，每一个边儿，你这个边儿选个地方挑，这个地方选个地方，就选那种色块最硬、最实、边缘线最清晰、对吧？最生硬的地方去揉就好了，不是胡乱揉一通啊。好，画骨架子，黑色画骨架子，酸奶浓度。好，黑色画骨架的时候，先从外边缘压笔压点一个色块，起笔钩。好，压点一个色块，好，起笔钩，哎，交叉。好，再勾一个线条，回到身体，从边缘，哎，好，勾到边缘。OK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细腻的一个蝴蝶呀！骨架的话，尽量不要去画直线，还是带点弧度啊，柔和一点，柔软一点。然后这一款的话，周围你可以给它掰一点色块呢。好，周围可以这样往就是相同的翅膀方向掰扯一点色块啊，揉开。啊，墨点儿肯定是少不了的，那黑色墨点儿。所以说这种墨碟不给它铺点墨，都感觉氛围感不够。好，笔上沾上大量的黑色哦，这里可能看不到，就笔上沾上大量的湿润的豆浆或者是牛奶粘稠度，不要太粘稠，太粘稠的话弹不出非常精彩的泼墨效果啊。稍微湿一点，饱和度高又湿润，笔尖笔腹取满，哎，饱和，这样子弹出来的墨底儿又大块，片式又好看。看一下哪个方向，调整一下。你要斜着的泼墨效果，你就这样斜着去拨；你要竖着的，你就这样竖着去拨啊。看方向。哎呀，太浓了，黑色，湿一点。太浓了，泼不出墨点来。哎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那你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。很精彩了，很精彩了。做一点残匀，把线条或者是墨点儿啊，沿着这个方向拉扯一下，做一点这种残影效果。好了，两款墨碟啊，两款墨碟得配上我的印章才行。第一个。一定要印上啊！哎，怎么印不上字儿了呢？不对吧？这不正常啊！啊，印上了。好了，两款墨碟纸上的演示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在甲片上的一个呈现效果，甲片上的一个款式操作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甲片上进行款式的操作。底色我是涂的那个炭烧酸奶白，然后涂了水彩磨砂了，我直接就可以在上面进行蝴蝶的彩绘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先构一下图，X 定一下甲片正中间，好，定一下 X 线这样子先出去，好，在这里钉上翅膀。看一下两边是不是对称。
你想怎么样？谁问你借的钱嘛？你去找谁呀？他姓金呀，我姓卢，跟我有关系吗？那，明白？你是过节呀，对吧？大家开开心心的。要没什么事情也不想吃饭。我跟你确认两件事情，你们是不是夫妻关系？好，把这个褐色揉边，先揉肋部。张老板，你不要跟我听美玲啊！我今天是要确认，这抵押合同真实有效就可以了。林奈，合同上是有时间的，你听我这些时间，一周。上海的水落到地上也积不起来的，太难了。老板娘，楼上找不到新老板，还要继续找吗？找不找啊？要不然在外面算了。晕染还是要留一点点，就是水彩的这种水圈啊，就沉淀过后的这种水圈的感觉啊，色彩的纹路沉淀感，我很喜欢。边缘适当的揉一下啊，边缘适当的匀一匀。差不多。接下来身体骨架，椭圆形色块，那上方一个小色块，好。那身体一定要跟翅膀连接一下，所以说线条往外勾一勾。连接完了之后，还要适当的匀一匀，才能让线条不要那么突兀。骨架，勾细线啊，线一定要细，非常的细。
中间有些线条太过繁杂了，擦掉一点。或者是太粗了，蹭掉一点。白色蝴蝶翅膀就是太脏的时候啊，甲面上。我们老板娘这2天也没回来，你要不打他大哥大试一试吧？不好意思啊。太脏的话，用白色给它遮一遮。金老板出事后，李李就没在这边出现，是什么原因？没人知道。通过蔡司令的关系，空白处，他的来历，我也开始有点眉目了。空白处，有可能当年 A 先生手底下的18罗汉之一，但你却只有一个，不叫李李，姓陈。空白处用白色把它填一填色，对，把立体感给它竖起来， A 先生一手打造的字母，不然的话整体颜色太重了，对比不明显。因为杠杆放得太大，没熬过市场低谷，结果遗留下一堆债务。核心成员除了蒋木杰，也都烟消云散。究竟我认识的这个李李，是不是他们其中一个？一时间无从稽考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李李的急于离开和他的真实身份有关。你等会车上了。老大，我来找你。黑色泼墨效果。再近一点看。你看这里，出了教训，拉开我的头。你可以扫一点点泼墨的痕迹出来。可以的，看你要不要给它加一个印章了。我是有点想给它加一个印章，画一个吧。左上，这个角度挺不错的，这个角度吧。中间写上你想写的，甚至都不用太那个啥啊，都不用写的太规范，甚至你都可以不用写的像个字，它只要像一个印章，哎就可以了。对，有时候我都是随便乱晃两下。好。可以，底胶工程结束。找我有事吗？晚上有时间吗？一起吃宵夜。不用。
约了朋友改天吧。好如果你来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拿这身人给你做担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别的原因。可以了，这个款式照完灯之后这是我要走的本钱。就结束了。